春分那天的雾还没有散，水木伯一早就背着锄头上山巡盐。刚进茶园，他就感觉不对劲，安静，太安静了。往年这时候，茶丛之间一定有好多瓢虫钻动，但今天茶园里所有的瓢虫都不见了，不是几只，是几千只。往年在茶树间爬来爬去的七星瓢虫、黄瓢虫，甚至是那种背上有13颗星的怪瓢虫，全消失了。茶园静得像一张还没落籽的棋盘。水木伯蹲下来，拨开一丛乌龙茶树，叶背钻出一只瓢虫，唯一的一只，很小，比他的小指甲还小，背上是白色的，没有一颗星。你是谁？水木伯问。他问完，觉得自己很蠢，这是他这几年养成的习惯。没人的时候会跟茶树说话，茶树当然不回答，但他觉得听他讲话的叶子，茶米泡出来尾韵比较甜。那只白色瓢虫张开了翅膀，并不是飞走，是把那对透明的折就在硬壳底下的内翅像翻书一样打开，翅膀上浮现文字，不是印上去的，是长在上面，像叶脉一样自然。字是金色的，在春日的阳光下闪了一下，然后熄灭。水木伯只看清一个字，茶。他心头一震，脚步踉跄冲下山，去找村里最博闻的九叔公。老人活了108岁，已经不喝茶。他说茶是年轻人的事，他只喝白开水。但老人记得一件事，小时候我听阿祖他们说过，达摩祖师煽动悟道之后，写了一本茶经，不是纸做的经书，是写在菩提叶上。后来菩提叶被虫吃了，每一只虫吃下一段经文，经文就碎在翅膀底下，每只瓢虫都守着吃下的那段残句。那现在那本茶经呢？水木伯急着问。老人喝了口水，绝版了，瓢虫不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想听。九叔公说，经文是要背诵给春风听的，春风听懂了，才能把灵气吹进茶树心，茶树长出茶叶，人喝了才会像达摩祖师一样觉醒。但这几年春风来了，瓢虫不张翅膀，他们知道，反正人只关心茶叶卖多少钱一斤，我们背给谁听？水木伯愣住，他想起自己去年卖茶青的价格，想起跟茶商讨价还价的口水，想起茶桌上那些这泡茶可以赚多少钱的对话。水木伯从没有想过什么觉醒，也不知那是什么意思，更完全不清楚达摩悟净与茶的关系。那只白色的瓢虫，水木伯说，他今天在我面前打开翅膀了。九叔公放下水杯，这是他100年来第一次露出惊讶的表情。白色的，是不是没有星星？对，那是藏经石。老人的声音大变，整座山只有一只，他负责保管最后一份完整的达摩茶经，他不会随便打开翅膀，除非有人在旁边。水木伯想起自己蹲下来时说的那句话，你是谁？不是这茶值多少钱，不是今年收成好不好，而是你是谁。想不到这句参禅话头竟是通关密语。那天晚上水木伯没有回家，他坐在茶园里苦等那只白色瓢虫。月亮很大，茶树的影子一排一排，像写在土地上的语录。他等了3个小时，什么都没有。正要放弃的时候，春风来了，不是一阵风，是那一阵风。每年春分前后，从山那边翻过来的带着海味和泥土香的风。风吹过茶园的时候，每一棵茶树都抖了一下，
像被叫到名字的人回过头，白色瓢虫出现了，不是从叶子后爬出来，是从月光里掉下来的，像一滴凝固的光，落在水木伯的膝盖上。瓢虫张开翅膀，这一次没有金色闪光，翅膀上的字是暗的，像看没有点亮的灯。水木伯凑近看，那些字他认得，不是中文，不是梵文，不是任何文字，它们排列的方式像是一个人坐在茶炉前，拿起水壶倒水，等水滚，放下壶泡茶，拿起茶杯喝一口，闭上眼睛。那不是文字，那是动作。水木伯忽然懂了，经文不是用来读的，是用来实现的。他站起来，飞快跑回家，翻出30年没用的茶炉，还是父亲留下的，铸铁的，壶盖缺了一角。他生火，取水，等水滚。水滚的时候，白色瓢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把水冲进茶壶，茶叶在壶里旋转，瓢虫的翅膀又打开了。这一次，翅膀上的字一个一个亮起来，不是金色，是像炭火那样的暗红色。每个字亮起的瞬间，水木伯就做一个动作，拿起，倒水，闻香，含一口，咽下，呼气。他总共做了49个动作。做完最后一个，瓢虫把翅膀合起来，飞走了。水木伯坐在茶桌前，手里握着空杯。他没有觉得自己觉醒了，但水木伯发现了一件事：专心泡茶的时候，他不再想这泡茶值多少钱，他只想着刚刚那口茶咽下去的时候，喉印里那个回甘的位置比去年往左偏了2毫米。水木伯不知道这代表什么，但他记得那个位置，就像记得一个人的名字。第二天，茶园里所有的瓢虫都回来了，不是几只，是几千几万只，每一片茶叶上都停着一只。瓢虫同时打开翅膀，金色的、银色的、铜色的，像彩虹一样的，整座茶园变成一本翻开的经书。春风吹过，瓢虫翅膀上的字被风带起来，变成透明的、没有重量的声音。没有人听见，除了水木伯。他听见的不是语言，是茶树根须在土里伸展的声音，是露水从叶间滴落的声音，是泥土里一只蚯蚓翻身时叹息的声音，是太阳爬到山顶之前，先在山背温暖一下石头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叠在一起，变成一句话：不是你要觉醒，是你本来就在这里。水木伯哭了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泡茶给他喝，他烫到舌头，父亲吹了吹茶杯，说慢慢喝，茶会等你。他等了30年才喝到那口茶。那只白色瓢虫又出现了，它停在水木伯的食指上，翅膀打开最后一次，翅膀上只剩一行字。这次他看得懂了，并慢慢念出来：经不绝版，只是人绝版了。然后所有瓢虫一起飘起来，飞进春风里。风把它们带到山的另一边。水木伯不知道它们去哪里，但他知道明年春分瓢虫会回来。如果那时候还有人坐在茶园里问他你是谁，